幸福到万家的影评出来了，争议出来了，遗憾出来了，好玩也出来了。大家可是都知道的，评分这玩意与时俱进，总有新人笑，总有旧人叫。要知道，王一博去年的就此热度，1年之后的现在不照样冲上了热搜，改写了时间和高度吗？所以分数高低因时而异，横竖都证明了一点，那就是时间的巧妙了。它是一把解开谜底的钥匙。在上有人问，为什么只有7.3分，而不是8.3分或9.3分？主要原因还是冲突的时间。像这样的现实题材农村剧，是需要主创团队和演员们有类似的生活体验。虽然常话说演员要深入群众，去体验角色生活，才能演活人物。其实，更加强烈的时代需要，或者说时间点的需要，正是新万我所深度感叹的潮流地气的兴起。这种地气需要化学作用，需要层层带入，才能深入情入理，才能继续引人共鸣。那么幸福到万家为什么只有7.3分？原因简单，因为有强烈的对比，珠玉在前。2019的都市女主年度爆款剧都挺好，照样是厚积薄发的7.7分。要知道，农村的大环境和代入感，明晃晃还是不够城市的成色来的更多、更狗血、更奇情和更扎心。因为更多的观众都是2、3线的小城市，包括广大的农村观众，这些超级共情的粉丝，可没有闲情逸致去影评网站各抒己见的。好看就是好看，大多数的底层观众只会用眼睛、用行动表示最大的支持，不会天天都放下锄头、敲敲键盘、分享心得的。申万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收视的连续飘红，其实就是最好的成绩反映了。在这些人眼中，数据没有一把菜金贵，流量没有一杯水解渴，赵丽颖的喜怒哀乐倒是可以直接上头了。所以这个开局的分数不过不失。其实农村题材的作品可以做到像幸福到万家这样，在播出22集之后，收视和口碑依旧双丰收的真的很少。这不，霍建华在一次采访中曾经评价赵丽颖的老话再次被拿了出来，为幸福到万家诠释了所有的无需废话周章的满分注解了。霍建华说，他的表演痕迹很少，这8个字虽然看上去很简单，但是对任何一位演员来说都是非常大的肯定。表演痕迹少，也就意味着这位演员对于角色的诠释足够真实自然，可以让观众带入角色之中，这是很多演员一直在努力追求的一个方向。无论是开播时的农村闹婚，导致酒席现场人员全部走光，还是万善堂被治安拘留和幸福家大门口被扔臭鸡蛋、烂菜叶子，这些都是剧情发展的高潮烘托。正是这些烘托，让赵丽颖的表演都是实打实的冲突和爆头，让人看不到跳戏出戏的槽点到底在哪。当然了，有些人看到的槽点都是枝节零碎、强行简化。例如婚宴上，除了村民吃席之外，应该有王家的亲朋好友来吃席的，难道自家的亲朋好友在酒席上也会随村民一哄而散吗？法治和谐社会更不可能会出现村民去谁家门口扔鸡蛋菜叶子的龌龊违法事，顶多是村里妇人们会聚在一起悄悄议论、甩脸色而已。于是乎，有人说赵丽颖以及该剧多个角色的人设都经不起推敲和联想，人设与人物背景非常矛盾，让人感觉不切实际，无法引发人共鸣和同情，因此影评分数不高，容易离戏。这种相当想当然的说法，果然很能带风向。这就像先知先觉的申万我刚刚提到的，城市人看农村人的视角了。再比如，何幸运是个学法律的大学生，在闹婚上被欺负后，第一时间不是想着用法律武器来惩罚流氓，而是整天以泪洗脸求男友别抛弃他的恋爱脑。这操作瞬间让人出戏云云。拿起法律武器，谁都会说。然而婚闹的陋习由来已久，你动不动就法律武器现身说法，那简直就要把农村人重土安迁、家族观念等等根深蒂固的老旧现实给彻底否定和视若无物了。这么儿戏和简单的话，就没有14亿都知道，也都没办法的铁链女事件接二连三的发生和莫名其妙消失了。广袤农村的旧思想和大环境，要么轻轻松松的用语言的炸弹、思想的核弹给彻底和平一遍，
否则想当然的思想都是高高在上的，何不食肉糜？所以说，如果城市里面的键盘侠老是看不惯万善堂、王庆来、王庆志等等的人设，也感觉不合常理，真的应该上山下乡，在广大的新天新地改造个10年8年，下半辈子省得一天到晚躺在床上不腰疼。众所周知，视角永恒369度的新万我最讨厌那些为黑而黑、没头没脑的无脑之举和无脑之人。还有人分析说，赵丽颖的幸福到万家影评无法过8，还有其他的狗血原因。要说狗血，因为为黑而黑的人脑洞里都是狗血。话说，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有人质疑赵东玲编剧非要把各种不幸的事全堆积在一个家庭里，说如此编法非常不适合现实题材剧，因此编剧犯了典型的拿来主义方式编电视剧的通病，导致把一部现实题材剧硬编成女强人式的村偶剧，让观众看得很尴尬。在最新的剧情中，跟随着王庆来的脚步，王家二老也进了城，反正家里的地被征走了，和万家的矛盾也解决了，留在村子里也无事可做，而且2个儿子也都在城里，到大城市里去住新房子，不但一家3代团聚，更重要的是亚妮爸爸是县太爷，比万善堂还要厉害，进了城那就是有了靠山。谁能想到见了万善堂就下跪，在村民大会上屁都不敢放一个，被踹了裆还能忍气吞声，活得像个鹌鹑蛋一样的王家人，这一进了城好像变了副嘴脸，忽然就变得又蠢又坏了。于是乎，冲突从农村发展到了城市的一家。这说法似是而非，仿佛有点道理。因为亚妮爸爸帮忙给找不到工作的王庆来找了一份还算稳定的工作，在单位门口当保安。王庆来嫌钱少不说，还到处乱吹嘘，到处答应别人事情，给亚妮爸爸惹来了不少麻烦，让他被大领导训斥了一顿。林桂枝更过分，张口闭口就要县太爷多帮衬，县太爷要是不愿意或者为难，都敢甩脸子了。这还是当初那个见了万善堂就下跪的老实人吗？怎么看都不老实。且不说这城里的房子虽然是王家出的首付，但是装修却是许家出了钱。按照亚妮窗帘2万的标准，算下来至少也要个20来万，并不比首付差多少。再加上买车的钱，许家可是一点没有占便宜。这怎么就成了王家的房子？于是乎，看到王家人这些不要脸的举动，终于理解了万善堂为什么霸道，真的是不霸道不行。王家人就属于那种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洪水就泛滥的类型，你只要给他好脸，他就敢顺杆子往上爬。就王家这样的老实人尚且如此，像万贯才这样的无赖就更加十分难缠。所以非要把各种不幸的事全堆积在一个家庭里的说法，是不是自我打脸了呢？因为就像都挺好的主要人设和桥段铺排，农村剧幸福到万家的主干依旧是大同小异，同样全部堆积到了高分万人恨的苏大强身上了。所以扛起了所有不幸的和幸福，跟苏明玉的城乡结合部的感觉特别明显。这不，刚进城的时候和幸福她看什么东西都感觉非常的新奇和好玩。晚上和丈夫王庆来出去吃饭，和幸福看到路边年轻情侣的亲密状态，她会不自觉的嘴角上扬，依偎着王庆来偷笑。后续和幸福想吃煎饼，她先是看了看丈夫王庆来，听到丈夫说来2个，脸上立马有了笑容，然后一边吃一边还在笑。不容易得到的满足感，一点一滴都在和幸福的脸上生根发芽了。真实到点点滴滴的过程都不容错过。不得不说，赵丽颖是真的把农村媳妇刚进城的那种灵动和好奇给完全诠释了出来。这种演技，但凡死忠的萤火虫都不容错过。因为赵丽颖的眼神可以活生生的把不少人的回忆拉回来，跟着呢，陪伴大家几个夜晚。因为和幸福的内心其实一直都住着一个小朋友，只不过现实生活中的那些压力让她不得不变得坚强起来。这不就是明晃晃的每一个女人、每一个过来人的真实写照吗？自己家里那边指不上，老王家这一家子又都窝囊的不行，她不得已只能自己冲到很多事情的最前面。和幸福笑得有多开心，其实就会让人感到有多心酸。她的身上背负了太多的东西，一直以来
她对自己家、对老王家的付出，观众都能够看在眼里。而反观丈夫王庆来，对她一直以来都是贬低和责怪，婆婆林桂枝又对她各种设防，真的让人感到很寒心。也正是《幸福到万家》这部剧，证明了霍建华对于赵丽颖表演痕迹很少的评价到底有多精准。而这种评价把影评的评分完美解释了一通。还是视角永恒359度的Shin Wan，我反复提醒的，影评是非常重要的参考，但这部剧不是大家司空见惯的可以注水的古偶剧，它是赵丽颖的转型剧。正是这部转型剧，让赵丽颖的压力跟剧中的压力一模一样，如山似川。懂的人自然懂，不懂的人玩初中。这不，党媒官媒人民网旗下的人民文娱开始玩初中了。2022年的7月9日，红色腔调的人民文娱突然亮出了一首王一博的去年歌曲出来。要知道，最近娱乐圈可真是迎来了少有的动荡。与此前的小打小闹不同，这一次的事情牵连甚广，不断有词条被压下，也不断有新的词条被创建。一群考公的、考编的学子不停地在社交平台上发声，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公道。只不过，他们所期盼的公道没有出现，应该出来给大家回应的那个人也没有出现，有的只是在热搜上不断上线的各家明星们，比如病娇了一天的陈晓，晒了一天腹肌的吴磊，缝合了一天眼睛的杨幂，平台粉丝数不灵不整的肖战，喊了一天姐姐的周杰伦，等等等等，看花了无数人的吃瓜眼神。内娱从未有如此百花齐放的盛况，甚至于一些从前从未上过热搜的艺人，譬如高露，都有幸被举上了热搜。好事的网友们也开始细数究竟有哪些艺人有此殊荣，能够在这个节骨眼上被人看上，买上热搜。原本这件事情那是万家避之不及的存在，谁都不想沾上。但对于王一博粉丝来说，风平浪静了一天之后，在夜间，王一博一首去年的新曲《青春的模样》因为人民文娱的发布而上了热搜，谁看了不说一句无语。如果王一博真的是在这时节发布了一首新歌，倒也罢了。问题是这首歌的发布时间是在去年，就算这是一首与官方合作的正能量歌曲，也不会炒起冷饭，在这个节骨眼上热搜。一个艺人上热搜，无非就是那么几个情况：其一，粉丝太给力，讨论太激烈而上热搜。王一博这首曲子已经是旧曲了，粉丝们对于人民文娱也仅只是简单的转评赞，远远没有达到能够捞上热搜的程度。其二呢，艺人或者工作室为了宣传而自己花钱买的，这几天的新闻大事谁没看过？王一博只要没被天气热的冲昏了头脑，就不会花着冤枉钱给自己买一个去年的作品热搜。其三，就是有心之人为了挡枪，故意将这一次话题送上热搜。原本所有人都不会有这想法的，但是从白天的情况来看，基本是垂实了。而大众最关心的一些词条在热搜上消失不见时，网友就知道这些莫名其妙的热搜是怎么回事了。大家也亲切地将这些被拉出来挡枪的艺人称为大冤种，都是轮流值班的苦孩子。苦孩子王一博凭着去年的一首曲子被拉出来挡枪，粉丝们也着实无可奈何，毕竟蚍蜉撼大树。只不过有人不想要让自己的偶像晚上上热搜吧，毕竟这孩子是出了名的怕黑呀。晚上值班，粉丝们都怕他吓着，这份荣幸真的是及时雨一般来得刚刚好。Shin Wan，我刚刚好深度聊完了被捆绑的赵丽颖，于是乎，您说说看，这王炸姐姐、王炸弟弟难道不是明晃晃的一条绳上的蚂蚱吗？